校花柳如烟和全校最丑的女生在操场溺了水，再过几分钟两人就要窒息而亡。可同学们都去救柳如烟，没有人愿意救小丑女，只有我为她做了人工呼吸。别人都觉得我疯了，居然这都下得了嘴。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傅清代根本不丑，这只是他的一个恶作剧。傅清代不想因为自己的美貌被人过多的关注，所以他才选择了故意扮丑这种骚操作。而我之所以知道他的秘密，是因为我是重生回来的人。根据前世的记忆，傅清代在未来会成为身价数亿的娱乐集团总裁，而我也成为了游戏行业顶尖的翘楚。由于同属一个高中和大学，在很多人眼里我们本应是男才女貌的天生一对，但还是因为种种原因错过了彼此的缘分。直到傅清代临终前，才把他从高中时以来就一直喜欢我的秘密说了出来。前世我为娶她未嫁的遗憾无法弥补，如今我重生回来，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第二天下课的时候，我才发现校花柳如烟一直在盯着我。前世我天天缠着她的时候，她只觉得我烦人，可当我一天都没理她的时候，她又觉得自己心里空落落的。柳如烟在心里不停地安慰自己，以为我一定是在欲擒故纵引起她的注意。转眼到了晚上放学的时间，柳如烟快速地收拾自己的书包，起身走向我的位置，给了一个允许我送她回家的机会。虽然依旧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语气，正在收拾书包的我动作微微一滞，继而抬头看向她。柳如烟，如果你脑子有问题的话，就挂个精神科去看看脑子。我一点情面都不给她，随后转身离去。我如此硬气的反应也有些超乎柳如烟的预料。眼看着未来老婆已经背着书包离开了教室，我也赶忙背上书包就追了上去。看着我离去的背影，让柳如烟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这时一个带着冷嘲热讽的声音在柳如烟耳边响起，我就说你应该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吃吧。扭头看去，就见好闺蜜陈月正站在一旁，她的脸上带着看戏的笑容，对着柳如烟说道：钓鱼呢，你就要有个钓鱼的样子。林北现在估计已经累了，这个时候你得稍微主动一点，然后等他上钩之后再继续钓着。男人都吃这一套的。柳如烟闻言瞬间醍醐灌顶。此时我并不知道柳如烟和她的好闺蜜正算计着我，更不知道的是，以前柳如烟之所以会这么对我，全都是她这个好军师的主意。不久后，我推着小单车刚来到校门口，就看到了傅清代。老婆，我刚要喊出声，马上意识到不对，代姐，代姐你等等我呀！我声音很大，顿时吸引到了周围所有人的目光。傅清代闻声转过头来，原本皱着的眉头在看到林北的时候也舒展开来，他停下脚步等着他。我推着小单车走到傅清代的身边，并拍了拍车后座，示意我要送他回家。傅清代嘴角带着讥讽喝了一声：你是要送我回家吗？难道不知道我放学就要去酒吧玩吗？我闻言脸上带着宠溺的笑容说道：我知道，但也可以送你去酒吧呀。看着林北脸上的笑容，傅清代总觉得哪里好像有些不太对劲，不过他觉得还是算了，便摆摆手表示自己走着去就行。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根本就不是去酒吧，而是回家学习。经常去酒吧只是他其中的一个小马甲。他没想到我听后不但不知难而退，反而锲而不舍坚持要送。傅清代见状深吸一口气，怒视着眼前的林北：林北，如果你觉得我中午吃了你的饭我们就是朋友，那么我只能说你想多了，我们不是朋友，我们之间的关系仅仅只是同学而已。怒吼完后，傅清代一直在观察林北的表情，其实他也非常后悔对林北怒吼，他真怕自己这次怒吼之后，林北就彻底不理他了。让傅清代没想到的是，我脸上的表情居然没有丝毫的变化，嘴角依旧带着温暖笑容回复道：我们的关系是同学没错，可也能发展成朋友，甚至还能更进一步。我没发现在自己说完更进一步之后，傅清代的玉脸瞬间红了起来。我的更进一步其实是想先和傅清代先成为好朋友的关系，可傅清代却以为我要和他在一起，一时间心脏砰砰直跳。他强压住激动的心跳，小声嘀咕道：高考结束之前自己还不想谈恋爱，不过由于声音太小我并未听清。见状我不禁疑惑问道：你说什么？傅清代闻言赶忙摆手，同时调整心态驱散自己脸上的红晕。没什么，我有腿不用你送。脸上的红晕褪去，傅清代又恢复到之前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就在我还在执意要送傅清代的时候，柳如烟的声音从我的身后传来。傅清代闻言阴阳怪气地对林北道：你的嫣嫣来了，去送你的嫣嫣吧，我先走了。还未等我说话，柳如烟就已经来到了我身边，她脸上带着前世从未见过的甜美笑容。哥哥一起回家吧。面对柳如烟的甜言蜜语，我却满脸的不耐烦，你能不能不要在我眼前出现？你知不知道这样真的很烦人啊？这是之前柳如烟常常对我说的话，现在原封不动还给了她。柳如烟闻言呆愣在原地，眼圈开始逐渐泛红，嘴角不停抽搐，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委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她这句话几乎是吼出来的。震天响的吼声吸引来了其他同学的目光，我见状人也直接愣住，呆愣的看了柳如烟一会后，很快就回过神来，拉着还在发呆的傅清代逃离了现场。小单车行驶出去没多远，傅清代就叫我放他下车，但我却完全不顾傅清代的话，直接把车开到了面馆。坐在对面的傅清代冷着喃喃道：你点你的就可以，我不饿不想吃。我闻言也很配合他，直接点了单。很快2碗热气腾腾的面端到了我面前，我指着傅清代道：没葱的给他。傅清代闻言微微一惊，心中暗道：林北怎么知道我不吃葱的？傅清代还在嘴硬，但我这时却不理会他，而是自顾自的吃了起来。看到林北嘴角因吃面而留下的红色痕迹，傅清代鬼使神差的像要去拿纸巾给他擦掉，但手伸到一半，他意识到不妥，又赶忙收回了手。我这是怎么了？他只觉得脸颊发烫，明明他们只是同学，为什么自己会想帮对方擦嘴呢？此刻吃得正爽的我突然抬头，看到双颊泛红的傅清代，我突然愣住，他泛红的玉脸像是涂了胭脂，特别好看。回过神来的傅清代见林北直勾勾的盯着自己，原本就泛红的脸便越发红润。这时我好奇道：傅清代你脸怎么红了？傅清代闻言拳头紧握，特想给林北这个大笨蛋一拳，不过当看到他那张帅气的脸之后，又放弃了这个想法，毕竟这张脸如果打坏了，以后自己就见不到这么帅的脸了。继而以太热的理由带过了这个话题，我也没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的纠结，而是看向傅清代面前的面碗稀道：快吃吧，这牛肉面一旦坨了就不好吃了。傅清代还想坚持，可他的肚子不争气，偏偏在这个时候叫了起来。饥饿的感觉袭来，美食当前嘴再硬的人也会化身真香战士，放辣椒，倒醋，拿筷子。傅清代吃面的速度比我还要快，短短3分钟的时间，一碗超大碗的牛肉面就被他送进了肚子。已经吃完擦完嘴的我，伸手拿了一张纸巾就要递给傅清代，但他的脸却一躲，表示自己来就行。我知道傅清代是误会了，以为我要给他擦嘴，不过我并不打
打算解释。傅清代边擦嘴边观察林北，心理活动很是活跃。他对我这么好，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可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我还不想谈恋爱呀。他如果现在向我表白怎么办啊？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啊？不答应的话他会伤心的吧？一连串奇奇怪怪的想法在傅清代脑海中飘过。就在他沉浸在自己幻想当中，我看傅清代已经擦完嘴了，便起身招呼道该走了。傅清代闻言则从口袋掏了一张很皱的20块放在了桌子上，他的意思是他请客但要我去结账。我见状摆手道不用，让他把钱收起来，我是这里的包月用户，每个月月底我老爸都会来结账。傅清代闻言自然是不信，但听到老板的回话后，他眼中的羡慕一闪而过。傅清代有些羡慕林北能有这么好的父母。随后我便拉着他的手走出了面馆，接着问他还要不要去酒吧，但傅清代依旧冷冰冰地说道当然，不去酒吧难道回家学习吗？这时我装出一副认真的模样，回家学习也不是不可以，你每次考试都掉车尾，这样怎么行呢？要不这样吧，我给你辅导辅导。听闻我的话，傅清代连连摆手道表示不用了，自己不喜欢学习，一学习浑身就疼，现在自己只想去酒吧。傅清代装得很像，如果我不是知道他的具体情况，还可能真就相信了。随后我的话直接让傅清代大吃一惊，那你去吧，我去你家给奶奶做饭。傅清代父母在外务工，他从小和奶奶一起相依为命，高中同学中知道这一点的人几乎没有，所以这也就是傅清代说自己天天晚上在那种地方也没有人怀疑的原因。林北，你到底想干嘛？傅清代在这个时候带着怒火对我质问道，同时心里也不禁疑惑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在自己努力伪装的外表下，几乎没有人知道自己家里的情况，而我怎么知道他要晚上回家给奶奶做饭？想到这，傅清代牙关紧咬，内心是既愤怒又恐惧。小学初中就是因为自己留守儿童的家庭情况，才会导致他常常被人欺负，高中他才极力隐瞒，没想到还是被人给发现了。见傅清代情绪不太稳定，我马上表明自己的立场，让他放心，我和他不是敌人，以前不是，现在不是，未来也不会是。之后我没有执意再送傅清代回家，长时间被人欺负，他早就将自己的内心封锁起来。傅清代现在就如同带刺的玫瑰，想要先和他成为朋友，就要慢慢的一根根把他身上的刺给拔下来。反正时间还长，我并不急于一时。待傅清代走后，我想到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去做，便马上回了家。如果没记错的话，将来就城区会盖一所本地最大的小学，而附近的房子也会成为学区房。想到这，我马上把想在那边买房的想法告诉了我爸妈。他们虽然不太相信那里短时间就会拆迁，但还是赞成了我的想法，因为他们早就想换房子了。之前在选址问题上拖延了好久，我的想法正好为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第二天早上，我以买多了份早饭为由，想让傅清代别浪费粮食吃了这份早餐，但傅清代却谢绝了我的好意，因为他已经不吃早餐很久了，肚子偶尔会咕噜咕噜叫。傅清代也早已习惯，虽然被拒绝，但我却一点都不在意。我明显感觉到他今天对我的态度和昨天截然不同。见傅清代不为所动，随后我便起身提着早饭走向了他，在所有人等着看好戏的目光中拍了拍他的肩膀，让他别这么客气，都是自家兄弟。他们很想看林北等下挨揍的样子，毕竟傅清代可是学过女子防狼术的，上次就有一个哥们不知死活，拍了一下傅清代的肩膀，直接在医院躺了半个月。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我一定会挨揍的时候，他却只是脸色淡漠的谢了我的好意。语罢，他的肚子就不争气的响了起来，心里对自己的这块小五花肉暗暗怒道，这破肚子天天就知道叫，果然嘴硬没有好下场，简直丢人丢大发了。此时傅清代尴尬的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好在肚子的叫声并不大，只有旁边的我能听到。我也很配合，装出一副没有听到的样子，直接将早饭塞进傅清代的手中。这次傅清代没有再拒绝，他看着手中的早饭，心中感动不已，应该猜到了我知道他以前很少吃早饭，不过他似乎想起了什么，突然转头看向了我。就在这时，柳如烟走了过来，用着审视的目光在二人的身上来回打转。你们两个是不是谈恋爱了？我闻言满脸不耐的看着他。柳如烟，如果你很闲的话，你可以去找别的哥布林当你的舔狗。网上一大堆。傅清代倒是没有说话，只是用冰冷的眼神盯着柳如烟，仅仅看了几秒钟，他就有些扛不住了。没谈恋爱就没谈恋爱吗？这么凶干什么？我只是想问问而已。柳如烟的声音很大，仿佛是想让全班人都听到他的话。紧接着继而道，你看你的样子，肯定是被我说中了心虚了。有妈生没爹教的孩子，这么小，话还没说完，啪的一声，傅清代也是真不惯着柳如烟，他抬手就给了柳如烟一巴掌。柳如烟捂着发红的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傅清代。一旁的我见状也惊了，傅清代做了我一直想做却从未做过的事。你要真想找事就去找好欺负的，别人惯着你，我傅清代可不惯着你。放完狠话，傅清代还不着痕迹地看了林北一眼，见林北正用满意的眼神看着自己，傅清代顿时心中一松，同时也让他确认了一件事，就是林北已经不喜欢柳如烟了。林北，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柳如烟是惹不起傅清代，可他却能把怨气都撒在林北的身上。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被人打骂？胡说！我义正言辞说道，他打你的时候我明明是闭着眼的。有一个同学没忍住笑出声来，柳如烟捂着自己肿胀的脸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了起来。班级里除了林北之外，柳如烟还有一条舔狗，楚山便是其中之一。他和前世的林北一样，也是被如烟大帝迷上了。见自己的女神哭得如此委屈，楚山看不下去了，他要为自己的女神出头讨回公道。他惹不起也不敢惹傅清代，所以他将矛头对准了林北。林北，你还是不是个男人？楚山站起身来，指着我大声喊道，嫣嫣被人这么欺负，你就连个屁都不敢放吗？语罢，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的身上。我的暴脾气好兄弟盛天闻言，正欲起身就要去教训楚山。等等，我对他大喊道，别着急。盛天不解地看着我，紧接着就听见悠远绵长的屁声响彻教室。我看向楚山，放了而且还特别响。教室里的其他同学纷纷捂住了鼻子。林北，你是狗吗？盛天捂着鼻子忍不住骂道，有屁还真放啊！他说我屁都不放，这我能忍吗？我说的义正辞严，一时间让人分辨不出我是认真的还是在开玩笑。楚山被我气得浑身发抖，他很想再说些什么，
可这个时候上课铃却响了起来。转眼到了下午放学的时间，盛天第一时间就跑到了我的旁边。新月今天充100送100，搞起步。新月是一家网吧，距离我家并不算远，网吧机器也还算不错。大哥，我指了指黑板的右上角高考倒计时，他也很快就懂了我的意思，随后独自离去。另一边哭了一下午的柳如烟，她的余光不停地瞥向我，我却从始至终都没有多看她一眼。收拾完书包，我直奔傅清代而去。放学一起走啊！我笑着问傅清代。残阳透过窗户照耀在林北的身上，从傅清代的角度来看，照耀在林北身上的残阳光芒，就好像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一样。长得帅就算了，说话的声音还那么好听。好啊！出奇的傅清代没有拒绝我，随后我和他并肩走出教室。一旁的柳如烟见状狠狠地跺脚，愤怒让他面目全非，但不得不承认，叫柳如烟的都是有点姿色在身上的。准备安慰柳如烟的哥布林楚山看到这一幕直接看傻眼了，真是我见犹怜，怎么还不走啊？好闺蜜陈月的声音在教室门口响起，楚山也因陈月的声音回过神来。陈月的出现让柳如烟原本已经消失的委屈再次涌上心头。月月，你知道吗？林北今天和傅清代一起欺负我。陈月听完缘由之后陷入沉思，你喜欢林北吗？陈月突然问道。柳如烟摇头，不喜欢，但林北不追求自己让他十分的难受。另一边的街道上，傅清代坐在林北的小单车后面，热风吹在脸上，他舒服的眯起了双眼。要是一辈子都能坐在他的后面，和他一起迎朝送暮，似乎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傅清代的嘴角微微上扬，扯出一抹笑容。不过林北接下来的话却打破了他美好的意境，是要去酒吧吗？不去酒吧了。傅清代回过神来，没好气的说道，送我去菜市场吧。这个时候去买菜，我有些诧异，好像这个时候的菜都不新鲜了吧？是不新鲜。傅清代出奇的没有藏起自己的自卑，他很坦率的说道，架不住便宜啊。我闻言沉默了，联想到傅清代的家庭环境，我又觉得一切好像是那么的正常。傅清代家不远处就有一个菜市场，我将车停在菜市场外，和傅清代一起并肩走了进去。哟呵，小戴来了，好几天没见你买菜了，阿姨这里给你留了一些白菜，你过来看看。小戴叔叔，这里有一条死鱼，反正已经死了，便宜点卖给你吧。其实菜和鱼都是新鲜的，叔叔阿姨们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让傅清代不难为情的收下。菜市场里的叔叔阿姨们是看着傅清代长大的，傅清代非常热情的回应着他们。我见状有些好奇，在学校里的她是人见人怕的大姐大，非主流，在菜市场里她又好像变成了讨喜的小姑娘。这里的人好像都很喜欢傅清代，他们并没有因为她那怪异的造型而对她另眼相看。傅清代临走之前，卖菜徐阿姨还不忘调侃她，你的小男朋友真帅。傅清代闻言脸瞬间涨红，她嗫嚅道，不是自己男朋友。看着因为害羞而满脸涨红的傅清代，我没有说话。走出菜市场，我的心情有些复杂，虽然知道傅清代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却也没想到会这么差。察觉到林北的情绪有些不对，傅清代笑道，没想到吧？他说的没头没脑，林北却好像知道他想表达的意思。我开口倒是真没想到，一想到傅清代以后的成就，我觉得他更像是一本小说的主角，天崩开局，走上人生巅峰。我安静的骑着车，傅清代安静的坐着车，在他的指挥下，我停在了一处小院外。小院看上去有些年头了，院门上还贴着过年时的福字，风吹日晒大红的福字已经变得有些泛白。推开院门，里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刚进院子，我就听到了有东西落地的声音。傅清代赶忙扔下手中的菜，一个箭步就冲进了院子里，我也急忙追了上去。刚到院子里，我就看到一个老太太正在劈柴，刚才那声应该是劈柴声。奶奶。傅清代见自己奶奶没事，长出一口气，声音中有些责怪，又有一些担心。我不是说了等我放学回来我来干活吗？老太太闻言笑容和蔼道，趁着奶奶这把老骨头还有点力气，再说你上一天学也挺累的话，有些活要我能帮你分担一点就帮你分担一点。在和傅清代说话的时候，老太太也注意到了傅清代身后的林北，她满脸和蔼地问向傅清代这小伙子是。还未等傅清代介绍，我就一步向前自我介绍，奶奶您好，我叫林北，是傅清代的同学。傅清代奶奶上下打量林北，笑容依旧和蔼道，这小伙子长得是真帅啊。我闻言谢过奶奶的夸奖，好了，你也送我到家了，可以回去了。傅清代对我摆了摆手，没规矩。奶奶白了傅清代一眼，笑着说道，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你多担待啊。没事的奶奶，我笑道，我不在意，你先进屋。傅清代奶奶对我指向一个方向，让清代给你倒杯茶。奶奶劈完这点柴就进去。奶奶还是我来吧，我也没等老人家拒绝，上前就夺过了他手中的斧子。你是客人，这多不好啊。老人家想要将斧子夺过来，我对傅清代使了一个眼色，支走了老人家。傅清代将奶奶送进屋内，很快就回到了院内。见林北正在有模有样的劈柴，傅清代赶忙道，还是自己来吧。没事，我指着本就所剩不多的柴火对他道，你先去生火吧。傅清代还想要说些什么，可话到了嘴边却没有再说出口。傅清代奶奶站在窗边，面无表情地看着林北，她的脸上已没有了之前的和蔼，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审视。很快院子里的柴火就被我劈完，烟囱里也冒出了烟气，我径直朝着厨房走去。此时傅清代正准备做饭，但他的操作让我有些迷。我说，戴姐，你是没炒过菜吧？傅清代不解地看着林北，自己的操作应该没问题吧，都快10年的烧菜手艺了，便想把林北赶去休息。前世我独居，素食食品总有吃腻的一天，为了改善自己的伙食，我经常自己动手做饭。我接过傅清代的工具，熟练地操作着这一切。旁边的他看得有些呆了，心里不禁疑惑，林北不是独生子女吗？家庭条件应该很不错吧？家庭条件这么好，他竟然会做饭，还真是稀奇啊。长得帅，会做饭，还有挣钱的头脑，这样的男人简直就是完美啊。花时间他很快回过神来，厨房炎热，见林北的额头上很快就浮出豆大的汗滴。傅清代连忙去找东西，准备给林北擦拭汗水，但找了一圈，他只找到了自己的毛巾。拿着粉红色的毛巾，傅清代脸颊微微有些泛红，稍作犹豫，他一咬牙，还是走向了厨房，走到林北的近前，很贴心的帮林北擦拭掉了额头上的汗水。我微微一笑，礼貌道谢。傅清代并没有回应，而是扭头离开，他并不想让林北看到自己脸上的红晕。很快，一锅热气腾腾的白菜豆腐炖肉就做好了。小伙子，傅清代奶奶笑盈盈的对林北道，留下来吃饭吧，长辈腰本不该辞，但由于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不得不谢绝老人家的邀请，因为再不回家的话自己就得挨揍。老人家也很识趣，笑道，那就让清代去送送你吧。送走林北，傅清代返回小院，奶奶站在屋门口静静的看着傅清代，笑呵呵的说道，这小伙子不会是喜欢你吧？奶奶您说什么呢？
傅清代赶忙上前抓住奶奶的手臂，连连打晃。他怎么会喜欢我这么一个染着白头发的非主流啊？丫头，老人家上下打量傅清代，反正你也马上要高考了，你难道不考虑一下将头发染回去吗？他知道自己的孙女为什么会将头发染成那样，想过。傅清代点头，但最近没时间，等有时间了我就把头发染回来，让那小子陪你去。老人家的声音中带着调侃。奶奶看得出来你是喜欢那小子的。奶奶，傅清代又娇羞晃了一下奶奶的手臂。回家的路上我心情格外的舒畅，心情一舒畅就想哼歌，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生命的广阔不经历磨难怎能感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刚哼唱了2句，我就突然停了下来。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这首歌好像是2011年的一首歌吧。一想到这里，我赶忙调转车头，直奔附近的网吧。刚进网吧，我就听到网吧老板在抱怨，不就是一个棒国明星的演唱会门票吗？怎么这么难抢啊？我凑上前去问到老板，你这是怎么了？老板一看是林北，马上向他吐槽道，我女儿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他说高考结束之后要看一个棒国明星的演唱会，我想在网上给他抢票，可怎么都抢不到，快气死我了。网吧老板是个出了名的女儿奴，是那个什么说的吗？我又问，网吧老板点头道，就是他。不明白现在的小女孩怎么这么迷他。我这有张他的票，老板你有兴趣没有？之前我溢价买的票一直没机会出手，我见状老板想砍价，直接开眼拿捏他，不买算了，我也不打算和网吧老板浪费时间。现在4000，过2天你再买的话，那可就不止这个数了。时间距离演唱会越近，票价就越高，你小子怎么这么不经斗呢？网吧老板也看出来自己没唬住林北，于是很快妥协了。谢谢老板，我笑着将钱拿了过来，塞进口袋，熟练的打开电脑，紧接着进入了华夏版权网。华夏版权网是华夏最大最权威的版权网站，网站隶属于华夏官方。如果这个网站上没有这首歌，那就说明这首歌还未创作出来。毕竟只要是音乐从业者都知道，写出歌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版权网注册版权。网站里显示并无《追梦赤子心》这首歌，版权网没有，那我就是原创。打开文本文档，我开始敲击《追梦赤子心》的歌词，在自己记忆中，这首歌一上线就很火。很快，这首歌的歌词就被我敲了出来。之后他便在网上找了一个软件，开始给这首歌谱曲，照本宣科，一切进行的都非常顺利。等一切都做完之后，我将这首歌上传为其注册版权。按照之前的记忆，注册版权大概要等1至3个工作日。等一切都忙完之后，我下机离开，回到家中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简单吃了晚饭后，我坐在房间学习。另一边的柳家，柳如烟正将一个娃娃放在床上，用拳头猛力的捶打。死林北，臭林北，仿佛床上的娃娃就是林北一样。看着别人打我，不光不帮我，还帮别人说话，气死我了。在他的暴捶之下，床上的娃娃已经变了形状，捶了3、4分钟。柳如烟也不知是捶累了还是发泄够了，将娃娃扔到一边。剧烈的运动让他气喘吁吁，脸上也浮现出红晕。他气鼓鼓地坐回到自己的书桌前，拿起粉红色小猪的杯子，将里面的凉开水一饮而尽，气息喘匀。他心中不甘地自语道：难道林北真的不喜欢我了？难道他真的移情别恋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以前那么喜欢我，不可能短短几天就移情别恋了。林北的态度都这么明显了，自己还在自我催眠。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放不下林北，而是心有不甘。尤其是在他看到林北和傅清代一起走的时候，心中的不甘更是达到了极点。明天我一定要找林北好好聊聊，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另一边的卧室里，我正在奋笔疾书，很快一张卷子就给做完。我依旧和昨天一样，将卷子拍照发给傅清代。傅清代看过之后如梦初醒，原来是这样。聊天结束后，二人继续写卷子，和昨天一样，写完就互相批改。晚上12点，我与傅清代互道晚安之后，便开始洗漱准备睡觉。第二天一大早，我简单洗漱收拾了一番，便背着书包离开了小区，来到校门外不远处的早餐店。此时非常的热闹，我买了3个肉包、3个素包和2杯豆浆。刚到校门口，我就看到了盛天，吆喝买早饭了。北哥，盛天眼巴巴的盯着林北，我却直接将早饭放到背后，我和戴姐的没你的份。盛天闻言阴阳怪气道：你天天这么殷勤，不会真的是喜欢上傅清代了吧？你要是真的喜欢上了，那你就给哥说，哥不笑话你，滚蛋！我一摆手，没好气的说道。二人说说笑笑走进学校，刚来到高3年级的楼层，柳如烟就拦住了林北的去路。他眼睛红红的，眼圈周围也满是黑色，看他的样子像是昨晚没睡好一样。林北，他的脸上没有了往日的傲娇，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严肃的神情。有时间吗？我想和你聊聊。盛天一看架势不对，转身就要跑，我直接抓住了他的衣领。聊吧，你想聊什么？我平静的看着柳如烟，我为上次当众拒绝你表白这件事道歉。我知道当众拒绝你让你很没面子，很不开心，但其实你知道吗？我其实对你是有好感的。可现在是非常时期，马上就要高考了，高考之后你再稍微努力一下，说不定我就会答应你了。你看这个饼它又大又圆。我情不自禁突然唱起了加拿大电鳗的成名曲。林北，我的不正经让柳如烟很是恼怒。我在认真和你说话呢，我也非常的认真。我闻言眨了一下眼睛，继而微微摇头。你还想让我再说几遍？我已经说了我不喜欢你了，就当我求求你了，不要再缠着我了。这话柳如烟也曾多次对我说过，她每次说的时候，表情是要多厌恶有多厌恶，但厌恶的表情我能记一辈子。走了，去教室背书去了。我提着早饭直奔教室而去。柳如烟望着林北的背影，眼圈开始泛红。该说不说，柳如烟的心理素质是真的很强，眼圈泛红没多久就恢复到了正常的样子。行，林北，还跟我玩欲擒故纵是吧？既然你这么喜欢玩，那我就陪你好好玩玩。回到教室，我将一份早饭放在傅清代的桌子上，然后便回到自己的座位，紧接着对他微笑点头示意。傅清代也笑着点头回应。刚进教室的柳如烟看到这一幕，心中很不是滋味。那个非主流有什么好？要长相没长相，要身材没身材。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陈月他们班里的韩成雷好像喜欢傅清代吧？韩成雷可不是好惹的，之前就有个人向傅清代表白，被韩成雷好一顿收拾。想到这，柳如烟趁着某个课间去了陈月班级里，短短几分钟，林北已经身败名裂，而且和傅清代最近有点腻歪的消息也传入到了韩成磊的耳朵里。待柳如烟走后，陈月发现韩成磊的脸已经涨成了猪肝色，双眼更是红得可怕。熟悉韩成磊的人都知道，他已经是在爆发的边缘。课间时间不多，韩成磊并未选择在课间动手，他打算在林北中午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拦住林北问个究竟。我此时正在教室里看书，并不知道
道即将大祸临头。很快到了午饭时间，韩成磊喊了几个小弟堵在了去食堂的小树林旁。另一边教室里，坐在自己位置上的傅清代望着林北的背影，嘴角勾勒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容。老白吃林北的饭也不是这么一回事，吃了多少都记下来，等以后挣了钱10倍奉还。不是哥们，你最近发财了？刚走出教室，盛天就不可思议地看着林北，怎么老想请人吃饭呢？话说哥们，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二人有说有笑，很快就到了韩成磊堵路的地方。韩成磊认识林北，作为学霸，林北一直都是老师们口中的好孩子，学校的光荣榜上也常常出现林北的照片。林北，韩成磊一步向前拦住了我的去路。我见状停下脚步，满脸疑惑地看向韩成磊。糟了，怎么把这家伙给忘了？韩成磊从高一开始就一直在追求傅清代，学校有2个情种，一个是我，另外一个就是韩成磊。韩成磊曾扬言，谁要敢追求傅清代，那就是皮痒了欠揍。有人不信邪给傅清代写情书，结果被韩成磊真实了。由于韩成磊和我不是同班同学，重生的我自然不会有关于他的太多记忆，可见到之后相关的记忆却瞬间涌入脑海。韩老大，盛天和韩成磊也算认识，有事吗？盛天啊，韩成磊看着盛天笑呵呵地说道，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和你身边这位同学聊聊。韩成磊聊聊这2个字咬得很重，给人一种惹上他准没好果子吃的气势。盛天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赶忙挡在我的前面。林北是我好兄弟。盛天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韩成磊原本是不想找盛天麻烦的，既然已经自己跳出来，那不一块揍了都说不过去。他上前拽住盛天的衣领，面露狠色，既然是好兄弟的话，那就一起吧。说着就把盛天往小树林里拽。韩成磊的5个小弟也围住了我，示意我进小树林。之前我性格有些懦弱，但重活一世，惹上我韩成磊，你算是踢到钢板了。很快一行人就来到了小树林的深处，这里没有老师，韩成磊更加放肆。韩成磊和小弟们没有说话，只是用狠狠的目光盯着我，这是他惯用的套路。一般人在他这个套路下撑不过10几秒就会认怂，我和盛天却不一样，眼神平静的看着韩成磊，就像是没事人一样。韩成磊眼看这一招不成，也没有再继续使用，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说说吧，你和傅清代是什么关系？同学啊！我用看傻子一样的目光看着韩成磊，除了同学还能有什么关系？韩成磊闻言一噎，可我听说你最近和傅清代走得很近啊。韩成磊继续摆出一副老大的姿态，你知不知道我喜欢傅清代？我最近确实和傅清代走得很近，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你喜欢傅清代，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的语气也是真的硬。站在我旁边的盛天都听傻了，回过神来，我的目光开始四处游弋，好像是在寻找趁手的武器。在学校里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和自己说话。韩成磊的火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小子，敢这么和我说话，你很勇啊！我一直超勇的好吧？我用着一口从电视上学的弯弯腔回复道，那就让我康康你有多勇。韩成磊紧握拳头，直朝着我就打了过来。盛天趁人不备，赶忙去捡不远处的粗壮木棍，我不慌不忙闪身躲避。韩成磊一击不中，愣了一下，我则趁着韩成磊愣神的功夫，一拳打在了他的面门上。韩成磊的一个眼眶顿时变成了熊猫眼，敢打我们大哥，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小弟们纷纷准备上前对林北动手，拿到木棍的盛天宛如一尊战神，砰的一声，木棍挥舞砸在一个小弟的后背上，小弟猝不及防，直接摔了一个狗吃屎。此时被打了一拳的韩成磊也已经回过神来，敢对我动手，你是不想活了？我掏了掏耳朵，不耐烦道，来来回回就会这一句，你们复读机啊！韩成磊这时愣了神，我趁着这个功夫对着他的另外一只眼又是一拳，原本只是一个眼眶是熊猫眼，现在终于凑齐了一对。韩成磊快疯了，原本是他带着小弟来真实林北，谁成想林北的一脚都没碰到，自己倒被对方真实了，小弟还折了2个。韩成磊彻底疯了，他挥舞着王八拳，毫无章法的打向我。由于毫无章法，我躲避起来也有些费劲，索性我就不躲了，硬扛着韩成磊的王八拳对他进行反击。谁知韩成磊也是真的不争气，他在挥拳的时候没掌握好力度，脚下一滑，竟然也摔了一个狗吃屎。我瞅准机会，一脚就踩在了韩成磊的后背上，都停手！我大叫，我指了指自己脚下的韩成磊，你们老大已经被我解决了。韩成磊很不服气，很想反驳，可现在他被踩在脚下，反驳的话到了嘴边又被他给咽了回去。此时的高30班的教室里，傅清代正看向窗外，神游天外。傅老大，这个时候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从教室门口响起，大事不好了，韩成磊带了5个人去堵林北。傅清代瞬间回神，韩成磊，你找死！傅老大，小弟见状拦住了傅清代的去路，对面6个人呢，那你还不抓紧时间去叫人？傅清代喊了一声，狂奔出了教室。小弟回过神来，对着傅清代的背影大喊，在食堂那边的小树林。片刻后，傅清代的怒吼声从小树林里响起，韩成磊，你大爷的，连我的人都敢欺负，你是不想活了吗？我觉得这个声音耳熟，连忙回头，就见傅清代气势汹汹地朝着这边走来。本就是夏天，再加上刚才高速的奔跑，傅清代的脸颊也因为剧烈的运动从而出现了红晕，好美啊！我见状脱口而出，大哥，现在是看美女的时候吗？站在林北身边的盛天没好气地骂道。我连忙收神，当气势汹汹的傅清代看清楚小树林里面的景象时，一脸的不敢相信。韩成磊见傅清代赶来，赶忙低下头去，虽然很短暂，傅清代还是看到了韩成磊脸上的熊猫眼，他没有再多看，而是眼睛直奔林北。来到林北近前，他双手紧握住林北的肩膀，满脸担心的上下打量，没事没受伤吧？没有，我笑着摇头，这群小菜鸡怎么可能会是我的对手？戴姐，都是同学，你就不能关心一下我吗？旁边的盛天摆出一副很受伤的搞怪表情，毕竟是我们2个被拉进了小树林。傅清代白了盛天一眼，你皮糙肉厚的能有什么事啊？他们6个是被你们收拾的。傅清代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确定林北真的没有受伤之后，傅清代松了口气，他看向林北的眼神也逐渐变得复杂起来。文能考试年级第一，武能打得过年级混混，不仅能做饭，而且还有赚钱的头脑，我原来怎么没发现？林北原来是一个宝藏男孩呢？要是和这样的人
人在一起，不仅能被他保护，以后肯定也吃穿不愁啊。戴姐，我被傅清代看得有些不好意思，小声提醒到大家可都看着呢。傅清代回过神来，只觉得脸颊发烫。戴姐，我们来了。傅清代的小弟猴子带着10几个人，正气势汹汹地朝着这边走来。快步来到傅清代的面前，猴子就看到了蹲在地上的韩成磊和他的小弟，得知是林北和盛天收拾的他们，傅清代小弟们皆是大吃一惊。姐夫，猴子搞怪似的凑了上来，您是怎么做到文武双全的？教教我呗。这一声姐夫喊的那叫一个顺口。傅清代闻言脸瞬间就红了起来，他抬手对着猴子的后脑勺就是一巴掌。乱叫什么？林北是我同学，是我好朋友。见自己老大脸有些泛红，猴子心领神会，明白，都是同学好朋友。眼看着自己的老大就要发飙，而且这里已经没自己什么事了。猴子大手一挥，兄弟们撤！等等！我突然喊住了猴子。原本准备离开的猴子不解地看着林北，这次一共来了几个兄弟？我问猴子，算上我一共13个。我将手伸进衣服的内袋，从里面掏出了13张100元大钞。我将钱递给猴子，大声对猴子身后的兄弟喊道：1人100，希望大家不要嫌弃，北哥豪气。众人异口同声。猴子拿着钱一脸为难，这不好吧？兄弟们既没出工也没出力，平白无故的拿北哥的钱不好。猴子虽然是学生，身上却有一股子江湖气，他为难的看向傅清代。傅清代没有说话，而是看向林北，他的态度很明显，林北说什么就是什么。那我就替兄弟们谢谢北哥了。猴子将钱收下，众小弟们也齐呼谢谢北哥。等猴子等离开，盛天满脸佩服的对林北竖起大拇指：北子，你是既会做人也会办事，以后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就算不用戴姐开口，他们也会帮你。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站在不远处的傅清代看林北的眼神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最初的时候，他认为林北是一个只知道学习和只喜欢柳如烟的二货，后来的接触，他发现林北很有经商头脑。刚才林北的作为让他发现林北人情世故方面也很拔尖，单方面的人才常见，多方面都很优秀的人才，不说罕见也绝对算是少见。戴姐，见傅清代在发呆，我走到他身边，想什么呢？没想什么。回过神来的傅清代有些不好意思，为了掩盖他的不好意思，他调侃道：他们你一人给100，那我呢？咱俩这关系谁跟谁啊？我大大咧咧的就要去搂傅清代的肩膀，动作刚到一半，却忽然停下，尴尬一笑道：钱我肯定是没有了，不过从现在到毕业的早中晚饭我都给你包了。真的？傅清代的心情很不错，脸上竟罕见的洋溢出了笑容。自然，我拍了拍胸脯道：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去给你买。呦呦呦，醋酸味袭来，盛天在一旁阴阳怪气，人家什么都没做，你一人给100还包人家的饭，我一人占5人还将他们都干趴下了，饭没有不说，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我知道没有盛天，自己今天就算不在这里也得掉层皮。我走到盛天跟前，搂住他的肩膀，都是好兄弟，说这些不就见外了吗？这样吧，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你嘎屁我的饭你都包了。盛天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点头道：这还差不多，你还是人吗？盛天反射弧有些长，反应过来后指着林北的鼻子骂道：走走走，食堂干饭去。我搂着盛天的肩膀就朝食堂走去，傅清代稍作犹豫也跟了上去。另一边坐在教室里的柳如烟并不知道外面的战况，他心中暗暗祈祷最好韩成磊把林北打得鼻青脸肿，这样才能解自己心头之恨。我要不要先去准备点鸡蛋来帮他消肿啊？或者买点冰水什么之类的？他本身就喜欢我，我再对他稍微温柔关心一点，那他岂不是又会成为我的第一舔狗？柳如烟越想越兴奋，他现在已经恨不得跑去外面找林北。我的声音在教室外响起，柳如烟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教室前门。当他看到林北毫发无损走进教室时，顿时呆住。傅清代从柳如烟桌前经过，用眼神不着痕迹地扫了柳如烟一眼，这眼险些把柳如烟给吓尿。吃饭的时候，傅清代说要去洗手间，然后用手机打给了自己小弟猴子。得知韩成磊针对林北是因为柳如烟和陈月在背后嚼舌头，好在林北这次没事，傅清代也并不打算和他们计较，但也不想就这么轻易的就放过他们。下午的一个课间，趁着林北和盛天去洗手间，傅清代走到了柳如烟的桌子前，他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柳如烟：你想干嘛？上次被打了一巴掌，柳如烟有了阴影，他双手撑在柳如烟的桌子上，压迫感十足。说说吧。他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柳如烟，韩成磊这件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此强的压迫感让柳如烟瞬间就失了神，他胡乱地解释到自己根本不认识韩成磊，我看你能装多久？傅清代嘴角微微上扬，冷声说道：今天林北没事，我可以当这件事没有发生，可如果再有下回的话，就算被开除也要让你长点记性。傅清代的威胁吓得柳如烟花容失色，这一幕恰好被刚走进教室的我看到，我下意识地问道：怎么回事？我本是不想让傅清代和柳如烟有任何的纠葛，但柳如烟误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是在关心她，仅仅只是眨眼的瞬间，她的眼眶中就盈满了泪水。柳如烟起身快步跑到我身边，满脸委屈地说道：我没事，戴姐没有欺负我，我真的没事，你千万不要怪戴姐。傅清代见状人都傻了，他指着柳如烟气得浑身发抖，性格的倔强让傅清代并未做出任何的解释。你欺负他了？我问傅清代。傅清代眼中的失望一闪而过，随后倔强的点头。怎么欺负他？我又问道。傅清代没有说话，只是冷冷的看着柳如烟。柳如烟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怎么欺负的？我满脸好奇的看着傅清代，能不能再来一遍？我刚才没看到。柳如烟闻言傻眼了，也没怎么欺负。傅清代心中的怒火消失，他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膀道：只是吓唬了他2句而已，没意思。林北也耸了耸肩，柳如烟一个没忍住大哭起来，我却是一副既没看到也没听到的模样，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课铃响起，班主任走进教室，看到趴在桌子上哭的柳如烟，班主任没由得一阵心烦，之前的乌龙让他对柳如烟仅存的一点好感也荡然无存，他生气的将手中的书扔在桌子上，班里的同学都被吓了一跳。柳如烟红着眼抬起头，班主任皱着眉头对柳如烟冷声道：你想好好学习的话，那就不要搞幺蛾子，不想好好学习的话，那你趁早现在就回家。柳如烟抽泣了几声之后彻底停住了哭声。老师，我这个时候突然举手，班主任看向林北，满脸欣慰，怎么了？我想调一下座位。我对班主任说。班主任疑惑不解道：你想和谁做同桌？傅清代。我的答案有些超乎班主任的预料，班主任并不知道后面发生的事，他的对林北的传闻还停留在喜欢柳如烟这个阶段。给我一个理由。要知道现在马上就要高考了，在这个时候调换座位绝对是大忌。您也知道傅清代同学的成绩一直不是太好，作为学习好的学生，我觉得我有必要帮助学习不好的同学进步。我说的义正言辞，要不是盛天知道林北心中的小九九，估计自己就信了。
了。不行，班主任却拒绝道，马上就要高考了，如果没有辅导好付清代，而且你的成绩还下降了，我怎么向你家长交代呢？班主任的拒绝其实在我的预料之中，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马上就要进行最后一次摸底考了。要不这样，我笑道，您现在把我调到和付清代做同桌，如果这次摸底考付清代的成绩没有进步的话，那您再把我给调回来。当然，如果我的成绩有退步的话，您也可以把我调回来，您看行吗？我的执着让班主任勉强答应道。我搬起桌子就直奔最后一排的付清代，你想干什么？付清代看向林北，眼神中带有些许的不满。我挤眉弄眼道，帮助你进步啊，你觉得我需要你帮助吗？付清代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如果是一个不知道他情况的人说来帮助他，付清代100%相信他的情况林北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知道还这么说，那他肯定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你到底想干什么？付清代直勾勾的盯着林北的侧脸，我头也不回，只是盯着黑板。帅啊！付清代发现林北的帅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帅，不光正脸帅，侧脸也非常的帅。我在想什么？付清代摇摇头，赶忙将不好的念头赶出脑袋。真的，我依旧没有转头，态度却很非常诚恳。我真是太想帮助你进步了。林北、付清代，班主任站在台上台下的小动作一览无余。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刚调到一起就聊上了。老师，我举手道，我们不是在闲聊，是在讨论这道题。别解释。班主任摆了摆手，既然你说你们在讨论课题，那你们两个就上台来分别写上你们的解题步骤。原本还意志消沉的柳如烟，在听到班主任的话后顿时来了精神，能同时看到林北和付清代一起出丑，柳如烟自然不会错过。来吧，班主任对二人做了一个请的动作。我没有说话，看向付清代。此时全班同学的目光也全